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在這裡呢，我們還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這個課程呢是系列課程，通過比較多的課時，幫助大家全面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從而幫助大家在考試中獲得更好的成績。那麼我們現在呢，學習的是聽力的第一部分啊，我們會看到15個題啊，比較多。那你會聽到一段話，然後呢，你要在 A、B、C、D 裡邊選擇正確的句子。那這個題目呢，我們說有3種文章，一種文章是故事，一種文章是議論文，還有一種文章是說明文。在前邊已經向大家介紹了故事是要怎麼去做啊，議論文要怎麼做，那我們也介紹了一部分的說明文。那現在呢，我們要繼續學習說明文有什麼樣的情況啊？那麼在說明文裡邊呢，對比說明是非常常見的。什麼叫對比說明呢？把2個放在一起做說明。那麼有一種情況是前邊是錯的，後邊是對的。這種情況在說明文裡邊比較常見，當然我們前邊也提過，在議論文裡邊也有。先告訴你一個錯誤的觀點，最後告訴你一個正確的觀點。那在說明文裡邊啊，其實呢現在特別是在中國啊，關於比如說特別是關於身體健康，人們有非常多的錯誤的看法和錯誤的知識。那麼就會有很多科學家、醫生或者是一些專家，他們會出來說，大家都覺得怎麼樣，但是實際上我們應該怎麼樣。這樣的文章是非常常見的。那不僅僅是關於身體健康，關於這個社會，關於人，關於動物、植物生活等等，關於各方面，人們都是有一些錯誤的這個理解和錯誤的知識的。那麼有的專家他的工作就是去告訴大家這個是錯的，那這個才是對的。那同學們在聽到這樣的文章的時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前邊是錯的，後邊是对的，所以答案都在後邊所以呢，同學們不要聽到前邊有差不多的詞，馬上就去選擇，你一定要記得聽到最後，要知道但是、其實、然而的後邊才是最重要的內容。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A、B、C、D 4個選項。A. 三腳架不實用。 B. 三腳架很昂貴。 C. 三腳架能穩定相機。 D. 白天拍照不需要三腳架。那看到 A、B、C、D 之後，大家可以知道，那這篇文章一定在介紹三腳架。不知道同學們知不知道三腳架是什麼？但是不管你知不知道你都是可以做題的。所以我們現在來听一下關於三腳架到底哪一個正確呢？那同學們要注意，有可能前邊是錯的，後邊才是對的，所以要注意後邊的內容。好，我們來听一下第15題。15. 一般消費者在購買數碼相機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三腳架。實際上，很多拍攝都離不開三腳架的幫助，比如夜景拍攝、微距拍攝等。三腳架的主要作用就是穩定照相機，以達到某些攝影效果。好，這個題目其實非常簡單，因為你幾乎是聽到了完全一樣的句子，所以你很容易就把這個答案選出來了。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C， 因為你聽到了主要作用就是穩定相機以達到更好的拍攝效果。但是我們要在這裡呢，要提醒大家，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前邊說的人們在購買數碼相機的時候往往忽視三腳架？那前邊這句話其實它介紹的是一種非常錯誤的人們的想法那如果你沒有注意去聽後邊的內容，只聽前邊，那你可能就会觉得人们会忽视它，
意思是不是它不重要，没有用啊？所以你可能就会選錯了。所以在這裡，老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聽完，一定要聽後邊，特別是如果你聽到了實際上、但是、然而、其實這樣的詞彙的時候，答案肯定是在它的後邊的。那在說明文裡邊，我們跟大家說過了，這樣的先說錯的，後說對的，其實是非常常見的。所以，如果你要做的是一個說明文，你其實是需要小心一點兒，一定要听完，一定要听後邊的內容是什麼。好，那我們現在呢，簡單解釋一下什麼叫做三腳架啊？三腳架，三個腳啊，是人的腳的那個腳，架是架子啊，但是人沒有三個腳，人只有一雙腳，對不對？那三腳架是什麼呢？它跟相機有關係，它的作用是穩定相機。那麼同學們如果買過相機或者是了解相机，一定知道你手拿着相機呢，非常容易动，那拍出来的照片就会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架子啊，三個腳的架子，把相机放在上邊，那這個相機就不會動了。那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它是非常穩定的，不会动。那這個就叫三腳架了。那老師在這裡為什麼要提到三腳架？其實也是希望提醒大家要記得去看 HSK 6級最開始的2節課，因為老師在那2節課裡面告訴大家怎麼去學習詞彙。那你看三腳架，其實你是知道3個字的意思，你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你聽到了相機了，你能不能猜出來三腳架是什麼意思呢？特別是你看到三腳架能穩定相機啊，因為很多同学其實不一定學過三腳架這個詞，我不確定它在 HSK 6級的詞裡邊，但是實際上你認識字，你知道它跟相機有關係，其實你應該是可以猜出來的啊。這個在學習詞彙的時候，我們中國人用漢字的組合去生成一些新的詞彙。那如果你了解漢字，如果你知道這個詞跟什麼有關係，你其實是可以猜出來的。而且這種方法是可以幫助你去學習詞彙和記住詞彙的。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呢，我們已經做完了，就是前邊錯，後邊對。那我們現在再來做一個練習。好，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A， 智力是天生的， B， 情商易受環境的影響， C， 情商影響人們的發展， D， 情商影響智商的發展。那麼在 A、B、C、D 裡邊，我們看到了智力、智商和情商。那情商和智商在科學家這個怎麼說，它的語言裡面其實是經常出現的。那中國人我們在生活中呢，在口語裡面其實也經常會提到。那具體什麼意思呢？有的人一定是知道的，那有的人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也可以做題。我們現在一起來聽一下，大家要注意前邊錯，後邊對。所以你要注意去聽後邊內容，它才可以告訴你答案是什麼。一起來聽第13題。13，以往人們認為一個人能否取得成功，智力水平是最重要的，即智商越高，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但現在心理學家們普遍認為，情商水平對一個人能否取得成功也有着重大的影響。有時甚至超過智力水平。好，那麼前邊錯的，後邊對的答案，你一定可以知道啊。這個還是比較簡單的哈。那答案應該要選擇 C， 因為它強調的是情商影響人們的發展。那這個也是一個。以往人們認為智力水平最重要，但現在心理學家普遍認為情商有重大影響，甚至超過智力水平啊。所以情商的影響比智商的影響還要大，有可能啊。
那麼這裡答案應該要選擇 C。那同學們也發現錯的和對的，這裡有但是的但，对不對？所以這樣的文章的結構，同學們如果了解，那找答案就不是一個很難的事情了。那在這裡呢，我們來簡單的說一下情商和智商的意思。這兩個詞在 HSK 6級考試裡邊呢，還算是比較重要的。那如果我說一個人很聰明，比如說科學家愛因斯坦，他非常非常聰明。那聰明不聰明，說的是智力水平和智商，智力和智商意思是一樣的。那麼如果我說一個人，這個人呀，他總是能夠跟別人有很好的關係，他非常善於解決問題、處理事情，那麼這個人情商非常高智商是 IQ， 情商是 EQ， 這兩個詞在這個听力考試裡面還是比較容易出現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住。好，那这是一個練習，我們繼續看。在對比說明裡邊呢，有的時候也是出現兩個，但是不是錯和對，它是把兩個放在一起，一邊比較一邊說明那同學們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首先看 A， 他說呢，網絡文學很流行。B， 童話需要豐富的想象。C， 寫實作品的讀者不多。D， 小說是對生活的真實反映。那看到 ABCD 之後，同學們一定可以猜出来，這篇文章是說明文，是關於文學作品的說明文。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B 是童話需要想象，那 C 是寫實作品， D 也是对真實反映。所以呢，是想象的还是真實的？我覺得 B、C、D 裡邊一定有答案。A 的話，我覺得應該不對應該不是我們文章要說明的內容。那我們現在要聽一下，它可能是怎麼說？它可能是提到了兩個，那到底哪一個？告訴我們答案呢？大家要注意去聽。這個是第9題。9，在人物傳記、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中，人們追求的是一種真實感。越是接近生活本身，越能激起讀者的共鳴。而童話則恰恰相反，童話作品越是充滿想象力，就越能激發讀者閱讀的熱情。好，我相信同學們可以找到答案，因為答案是非常直接的当然了，在後邊在 B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答案應該要選擇 B。那他說了兩種文學兩種文學，一種是真實的文學，一種是需要想象的文学。那他把两個放在一起來說，做對比，一邊比較一邊說。那這個對於同學們來說可能是比較陌生的。我們現在一起看一下，在人物傳記、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中，人們追求的是一種真實感，越是接近生活本身，越能引起讀者共鳴。而童話則恰恰相反，童話作品越是充滿想象力，就越能激發讀者閱讀的熱情。所以在文章中你听到了两種文学，一种是人物传记、报告文学，这个是真实的；一种是童话，这个是需要想象的。答案是需要想象的。那 C 和 D 应该都是不对的它不是那個關於寫實的，它不是提到小說也並沒有說讀者不多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文章其實還是有一點特別的。那不知道同學們對於人物傳記、報告文學和童話是不是了解呢？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意思，你一定要記得去查一下詞典關於文學的一些詞彙你一定要知道。那簡單的說，人物傳記呢，就是記錄一個人的一生，特別是比較有名的人他非常有名或者他非常成功，我們就會寫他小時候怎麼樣，然後怎麼樣，最後怎麼樣，他做什麼。那這一本書
寫了他的整個人生的故事，那這樣的都要是真的，你不能隨便寫。比如說在那個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人中國的話，比如說毛澤東你不可以寫就是假的事情，这個是不可以的，因為你要寫的是傳記。那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它是一種報告告訴他調查之後呢，給你一個報告，但是它是一種文學，它寫的文章是比較美的。那你既然是要做一個報告，那你肯定要寫真正的事情，真的事情，那也是需要真。童話，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 Snow White， 或者是 Cinderella 白雪公主，或者是灰姑娘，那他们都不是真實生活中的人物，都是人們想象出來的，給孩子看的兒童看的畫就是童話大家有沒有了解呢？如果還不清楚的話，要記得去查一下詞典，一定要知道它們的意思分別是什麼。那同時介紹2個，然後做比較，然後給你介紹這2個的特點，這個在說明文裡邊也是存在的，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特別是如果 A、B、C、D 裡邊出現了2種智商、情商報告文什麼童話和傳記，他都說了，那很有可能他介紹了2種，那你要去注意每一種的特點分別是什麼。那現在我們繼續來介紹一下，這也是 A 和 B。那首先來看 A， 左撇子更聰明， B， 植物多是左撇子， C， 右撇子植物更強壯， D， 植物也有左右撇子之分。那這個呢就有點難了，有很多同學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左撇子，什麼叫右撇子有可能這個也不知道那我們現在呢，因為這個詞還是比較難的，所以先向大家解釋一下。我們都知道呀，一般的人，大部分的人做事情的時候都是用左手，比如說吃飯，比如說刷牙比如說拿東西，一般都是習慣的用右手因為你的右手更有力氣這個是大多數人。但這樣的人呢，我們就叫做右撇子。那也有一些人怎麼樣呢？他不習慣用右手，他從出生開始就習慣用左手。比如說他用左手刷牙，他用左手拿東西，用左手寫字，那這樣的人叫做左撇子。左撇子和右撇子右撇子一般來說是比較多的，左撇子要相对少一些。那關於左撇子和右撇子一定有非常多的故事特別是以前可能人們都不太接受左撇子但是現在想法有變化了。那我們在這裡還聽到了植物，左撇子右撇子跟植物有什麼關係嗎？那肯定不只是一件事情，他肯定介紹2個了。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這個還是有點難的，希望大家認真來聽。13，統計表明右撇子是左撇子的7倍。有趣的是，植物也有左右撇子，它們的葉、花、果、根、茎能向右或左旋轉，如同右撇子的人右手發育強壯有力那樣，右撇子植物右邊的葉子也更強壯些，左邊的則相對差些。好，有點難，太难了，太專業了，有些詞沒有聽懂，但是你能不能把答案找出來呢？那現在呢，我們把答案給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應該要選擇 D 那麼我們聽到了右撇子是左撇子的7倍，有趣的是植物也有左右撇子，所以植物也有左右撇子之分，這個句子才是對的。我擔心很多同學有可能會選擇 C， 右撇子植物更強壯，因為同學們聽到了強壯這個詞。但是呢，大家可能沒有注意聽清楚的是，他說的是和人就是和人一樣，右撇子的人右手更強壯。那麼
植物也是這樣。植物呢，它是往右轉的這個葉子呢，它的右邊也是更強壯的那其實呢，它提到的是人和植物都是有左撇子和右撇子的這個區分，而且呢，人和植物一樣，如果是右撇子，右邊很強壯；如果是左撇子，左邊很強壯。那這篇文章相对而言就比較难了，因为你听到了，比如說什麼花、葉、果、莖這樣的單個的字，但是又不太容易猜出來它是什麼意思。但是實際上，在第一句裡邊，其實已經告訴你答案了，植物也有左右撇子植物也有左右撇子。那其實答案就在這一句裡邊那後面的介紹呢，可能會給大家帶來一些麻煩，因為你可能會聽錯。但是實際上他說的是植物和人一樣，人的右撇子右手很強，那植物的右撇子也是右邊的葉子比較強那這一點呢，希望大家能夠注意一下。也就是說，他在對比說明的時候，是把人和植物放在一起对比了，而且不是人怎麼樣，植物怎麼樣，它是一起說的。人和植物一樣和人一樣，植物也是這樣的，那就比較複雜了。那這樣的文章應該來說是 HSK 6級裡邊最難的一種文章了說明文裡邊最難的一種了，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一定要听清楚，那它到底說的是人還是植物？好，那現在呢，我們要繼續看一下，可能在前邊的文章裡面，其實大家已經聽到過很多次了，但是可能沒有注意到。那說明文要介紹的是知識是科學知識，所以呢，你經常會聽到的是研究表明、統計顯示、專家認為等等這樣的詞彙。那麼這些詞彙的後邊一定有答案這些詞彙的後邊一定有答案因為如果我要向你介紹一個知識，我希望你相信我的知識，對不對？我不可能會跟你說我覺得是這樣的，我一定要告訴你這個是研究的結果，是統計的結果，是專家的看法。那這樣的話，你一般來說都會相信我。所以如果你在聽說明文的時候聽到了這樣的詞彙，你馬上要注意答案馬上就要來了。那現在呢，我們來試一試。首先來看 A、B、C、D。A 是不能溺愛孩子， B 是父母要尊重孩子， C 是将看人格要從小培養，然後 D 是外向的兒童智商更高。那麼人格從小培養嗎？父母尊重孩子嗎？溺愛孩子嗎？還是外向的人怎麼樣？都是關於孩子的，但是到底說的是哪一個，還有一點點不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呢，要來一起聽一下這篇關於孩子的說明文，它到底想介紹什麼？所以一起來聽一下第12題。12，研究表明，0到6歲是兒童的行為習慣、情感等形成的重要時期，也是兒童養成良好的人格品質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兒童的發展狀況具有持續性，會影響並決定兒童日後人格的發展方向。好，那這篇文章呢，其實沒有那麼難因為我們首先聽到了研究表明，所以後邊呢就是結論了那麼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呢？應該要選擇 C 這是健康健康人格要從小培養。那麼你們是怎麼判斷出答案的呢？那我想的是 A、B、D 裡邊呢，有溺愛，有尊重，有外向和智商，但是我在文章裡面沒有聽到這樣的詞彙，我只聽到了無數次的人格，我聽到了0到6歲什麼的。那麼這個其實比較簡單，因為你聽到好幾次這個詞彙。那在說明文第一部分裡面，其實老師已經告訴大家了，
如果你在文章裡面聽到了3次這個詞彙，那這個詞一定就是答案。好，我們看，研究表明，0到6歲是兒童的行為習慣、情感等形成的重要時期，也是兒童養成良好的人格品質的關鍵時期。那後面你又聽到人格，那可能你其實沒有特別聽清楚後面的人格是什麼意思，但是實際上你完全可以想出來，答案應該要選擇 C 因為我們聽到好幾次人格，我們聽到兒童，那當然 C 是正確的因為 A、B、D 我們也完全沒有聽到類似的詞彙，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C。那你看研究表明的後邊告訴你答案了。好，我們繼續看一下，還有一個練習首先我們來看 A、B、C、D。A 是噪音會分散注意力， B 是很多人不会色彩搭配， C 是色彩会影響人們的健康， D 是生活中總有艱難的時刻。那麼 A、B、C、D 呢，這個對我們來說其實好像有點難，為什麼呢？因为它感覺 B 和 C 都是說色彩的， A 說噪音， D 呢又說了一個生活中有艱難的時刻，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呢，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測一下， B 和 C 都是關於色彩，那很有可能色彩這個詞還是比較重要的。我們來聽一下文章裡面到底有沒有，那同學們要注意有沒有這樣的詞彙同學們要注意一下。我們現在來聽一下答案到底是什麼呢？選5。心理學家認為，色彩對人的思維、情緒、行為等有強烈的控制與調節作用。人們如果長期生活在色彩不和諧的環境中，就會變得焦躁不安，容易疲乏，注意力不集中，自控力差，導致健康水平下降。好，我相信特別簡單，同學們一定可以做出來因為很簡單這個題目。那我們首先聽到的是心理學家認為色彩怎麼樣所以心理學家認為的後邊就是答案了。那我們聽到了色彩，那就肯定是 B 和 C 裡面有一個是對的。那我們後邊聽到了如果人們長期生活在色彩不和諧的環境下，導致健康水平下降，那麼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C 了我們就是說，這個色彩對人有強烈的控制與調節作用所以這個題目答案應該要選擇 C 那其實一般來說，說明文呢，它為了讓你相信它，一定會出現這樣的一些詞彙：心理學家、統計專家研究調查等等。那你要注意，它的後面會告訴你答案。好，那這是我們的說明文。那到現在呢，我們的聽力第一部分其實就已經結束了我們最後一部分其實也是介紹了說明文的2種類型就是一種是對比說明，一種是有一些特別的詞需要你去注意。那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介紹呢，能夠給大家一些這個做題的方法和技巧，能夠讓大家呢對這樣的文章比較熟悉，它的結構，它寫文章的方式都能夠熟悉起來。那這樣的話呢，你在做題的時候就会更容易。而且呢，我們也在不停地跟大家一起來讀 A、B、C、D， 並且進行分析。那有的時候，其實你讀了 A、B、C、D 之後，你找出重要的詞彙之後，你知道你去聽的时候，重點要聽什麼，這個也是有幫助的。那我們的聽力第一部分就這樣結束了。希望大家呢，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多多的去做一些練習多多的去使用老師告訴你的方法。那進行練習之後，相信你一定在 HSK 6級考試的時候呢，聽力第一部分能夠得到一些高的分數。那之後呢，我們會進行第2部分的講解和練習，希望大家跟着我們繼續學習。好，希望大家呢能夠考試順利。那我們現在要休息一下，下一節課是聽力的第2部分。